今日帶大家回到90年代，睇下全港第一死場荃灣海濱廣場。荃灣海濱廣場位處荃灣南，喺荃灣同青衣之間，係海濱花園嘅附屬商場。商場喺1990年開幕，比另一同區商場荃灣廣場仲早2年。商場樓高9層，面積24萬平方尺，以旗艦商場嚟講並唔算大。明顯當時嘅發展商新世界係想將海濱廣場規劃成區內嘅旗艦商場。當然而家睇起嚟呢個想法就係天方夜譚啦。但係睇呢幅90年代嘅舊照片，昔日嘅楊屋道只係一個大球場，而荃灣公園第一期亦都要到98年先完工。自從地下鐵路荃灣線喺1982年落成通車之後，荃灣嘅人流就集中喺荃灣站一帶。荃城匯嘅現址前身係荃灣運輸大樓，而荃灣西站即係荃灣碼頭嘅所在地。咁荃灣南嘅發展呢？似乎海濱廣場嘅衰落已經一早埋下咗伏線。海濱廣場喺1990年開幕嘅時候，旗艦商戶包括有海濱戲院、永安百貨、曲奇船長自助餐廳同美食廣場。場內亦都有當時香港第2個真雪溜冰場。當時商場屬於新界首批旗艦商場，人流絡繹不絕，亦都令往後開幕嘅新商場爭相仿效。正所謂瘦田冇人耕，耕開有人爭。喺1992年開幕，新地旗下嘅荃灣廣場，正正就係將海濱廣場嘅優點通通搬過去，例如巨型音樂噴泉同溜冰場，又引入百老匯院線、日資百貨吉之島、宜家家私同後來嘅快餐店 Wendy's 等等。開幕初期，商場仲安排免費接駁巴士往返荃灣站，而當時荃灣碼頭仍然屬於交通樞紐，加上面積比海濱廣場大1倍幾，令軟硬件配套都比唔上嘅海濱廣場被比下去。到90年代尾，愉景新城開幕，雖然地點都係偏離荃灣站，但起碼有行人天橋接駁。而荃灣廣場受惠於灣景廣場引入法國超市家樂福，人流上升。荃灣廣場為咗增加店鋪，亦都關閉咗溜冰場，改建4樓做商店至今。荃灣廣場氣勢如虹，反觀海濱廣場，就連旗艦商戶永安都保唔住。海濱廣場剩餘嘅吸引力就只有美食廣場、溜冰場同超市。商場部分樓面亦都由護老院同珠海學院承租。點解海濱廣場會做唔住呢？就算缺乏交通配套，亦都唔講風水嘅問題啦。成個海濱花園都理應能夠支撐部分商店，不至於整個變成死場。根據上屆區議會選舉嘅數據顯示，海濱選區包括海濱花園同海灣花園嘅登記選民有過萬名，仲未計算周邊嘅住宅柏傲灣同環宇海灣。海濱花園雖然自成一角，但80年代嘅屋苑會喺屋苑嘅地下設有商鋪。海濱花園除咗設有大量嘅地面商鋪之外，仲設有街市，加上海灣花園2期嘅商場，已經足夠照顧居民嘅所需。而根據《經濟日報》嘅報導，海濱廣場8樓嘅酒樓同美食廣場敵唔過沙士，早喺03年已經結業，而當時嘅裝修則保留至今。海濱廣場吸引力就只係剩返溜冰場。當時由於海濱嘅溜冰場地點隔涉，但入場費較其他溜冰場亦都相宜，吸引唔少教練喺溜冰場開班。但維護溜冰場所費不菲，到2012年，當時海濱廣場嘅業主新世界就決定關閉溜冰場，並喺翌年將商場出售俾宏安。其實海濱廣場嘅地皮有剩餘嘅地積比，新世界亦都曾喺2007年向城規會申請重建商場，另外再加建樓高23層嘅商廈，但最終工程未有落實。宏安喺2013年以5億元作價購入海濱廣場之後，曾經表示會投資3至4億元將海濱廣場改造成 Outlet， 當然最後亦都冇成事啦。內地嘅佛羅倫斯小鎮後來喺葵興 KC100開設 Outlet， 相信都係因而啟發。
只係講宏安呢個名，大家可能有啲陌生，但係如果講到宏安旗下嘅萬有街市同日日食糧，相信大家會有印象。返到海濱廣場啦，宏安嘅大計冇實現到，以8億作價將商場再次出售，而今次嘅買家就係受傳媒所關注嘅星域集團。關於鄧家撲水嘅新聞，相信大家一定有聽聞過啦。鄧耀星喺2017年接受施永青旗下 AM730專訪嘅時候，亦都曾經雄心壯志要將商場發展成貴族學校，結果一切只聞樓梯響。業主將商場租予學校辦學，如果唔牽涉重建嘅話，理論上唔需要向地政總署申請更改用途，但係教育局發牌則涉及一籃子嘅因素。海濱廣場唔能夠辦學嘅最大阻力係區內私立學校數量已經唔少，而且喺海濱廣場對面亦都建設緊一間政府嘅小學。喺商場辦學，除咗要考慮區內學位嘅供應之外，仲要考慮大量學生上學同放學嘅情況對區內交通所帶嚟嘅影響。結果貴族學校辦唔成。呢幾年嚟，海濱廣場除咗地庫停車場正常運作之外，就只喺2018年將2層樓面租俾喪屍館以及俾姜濤拍攝 MV 嘅場地。當然，停車場租金對唔少業主嚟講係一個穩定嘅收入來源。海濱廣場嘅未來不僅冇水晶球，固然冇辦法話俾大家聽，而鄧家亦正以13億元叫價放售，不過吸引力明顯比叫價達60億元嘅愉景新城差一大截。倘若政府真係運用公帑購入成座商場作社福用途，比起荒廢算係用得其所，不過可能未必會受到街坊所歡迎。